救救我！挖开这土堆，救救我！好累啊，终于快下班了。工头说这块工地是古唐朝留下的遗迹，可是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有。别等，你竟然敢偷懒！难怪工地挖到现在连个毛都没有。不是的，我刚休息会儿。还敢顶嘴！所有人全部下班，你给我继续挖。下班了！太好了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！真倒霉。我神龙鼎终于重见天日了！神龙鼎？不错，我乃龙族至宝神龙鼎，埋在地里1000年。你既然将我挖出，便是我的新主人。这工地里还真有宝贝啊！主人，我能帮你让你长生，还能帮你赚钱。还能赚钱？赚钱？神龙鼎，你说你能帮我赚钱？不错，主人，我能把任意2件物品变制成更值钱的宝贝。真的吗？那就用这件铁镐吧。另一件的话，主人，物品越珍贵，炼制出来的宝贝就越值钱。这个银锥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，就它吧。铁镐变成纯银的了。主人，练完了，我就先休息了。神龙鼎居然还能进我身体里，不愧是神器，这也太方便，太神奇了吧！我得赶紧把手里纯银的镐子给卖掉，这下再也不用在这个工地里累死累活的打工了。哎，老板，我要出手个宝贝。一个农民工能有什么宝贝啊？我们珍宝阁可不收垃圾。一个农民工能有什么宝贝啊？我们珍宝阁可不收垃圾。农民工怎么了？你就说这是不是宝贝吧？这是纯银的镐子，只有7斤重呢。我给你算2万块，姑娘，只要你肯卖，我直接可以给你转钱。银吊坠价值600，镐子计10块，2件加起来不到1000块的东西，转手一变就卖了2万块，2万就2万，成交。支付宝到账2万元，这么快，这2万块就到手了。接下来就用这笔钱去买点珍贵的东西，到时候，珍贵的东西？哎，你看看我这个玉佩，这个呀可是顶级的和田玉。和田白玉，听起来不错。哎，这多少钱？我要了。这个嘛，2万块。多少？2万？我才刚卖了一把纯银的镐子，刚到手2万块，买了这块玉，那岂不是身无分文了？你看看这多么好的东西啊！老板，哎，你这收不收玉啊？我这有和田白玉的玉镯，这手镯原价10万呢，虽然现在断了，但也能车几个珠子，2万块钱，你收不收？姐呀，你看看你这玉镯都碎成啥样了，还车珠子，这都废了，就是个不值钱的垃圾。这可是机会啊！这手镯也是和田玉的，管它碎成什么样呢，反正我拿到手都是得丢进八卦炉里去合成，只要这材料没问题就可以。哎，姐，你这镯子卖给我呗？可以啊，这样8000块钱就卖给你。姐，你这手镯都碎成这样了，最多800。那行吧，800就800，成交。转回去了。终于得到合适的材料，这另一个材料不如搞成黄金。这姑娘怎么买一件垃圾还激动成这个样子？神龙鼎，快出来吧！我察觉到了黄金的气息，主人，这是给我的吗？神龙鼎，你要黄金做什么？我沉寂太久，力量损失太多，所以现在给主人炼制1件宝贝就得休息1天。要是主人能喂给我1000克黄金，我就能恢复更多力量，每天给主人炼制更多宝贝了。可是这次的黄金只有1克，还是用来合成新宝贝吧。等我以后赚够了钱，我就给你买1000克黄金，让你吃个够。多谢主人。现在还是先合成新物品吧。这800块买了的碎玉镯和1000块的新豆子，不知道能合出个什么宝贝。主人，合成已经完成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回来吧，神龙鼎。碎玉镯竟然变成了金镶玉手镯，简直就是艺术品，我得赶紧出手掉。老板，我来卖个玉镯子。
哎呦，这不是昨天收了碎玉镯的那个农民工吗？你不会是想卖你那个碎玉镯子吧？请回吧，我这儿啊可不收垃圾。你确定这个玉镯子不收吗？这玉质，这雕工，哎呀，竟然将金镶玉做得如此完美无瑕，这可堪称是大师级别的工艺呀！敢问是哪位大师的作品呀？老板，你就当成是我自己做的吧，总不能说是我用神龙鼎合成的吧？你竟然有这手艺，这玉镯可堪称顶级啊！我愿意出40万收买它，价格绝对公道。成本不到2000的东西，竟然赚了40万，好，成交。支付宝到账40万元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位大师，虽然你现在没什么名气，但是你这手艺绝对堪称大师呀！既然你有这手艺，不如我介绍你一个业务，能够赚60万的业务。多少？60万？老板，你可别骗我啊！哎呦，我哪能骗你啊？我们店里啊有一个老主顾，最近想要打造一个金镶玉的玉如意当传家宝，用料主要就是金和玉，但是偏偏吧我店里那师傅呀手艺不太行，所以他就请我帮忙，只要手艺够强，做好成品，一个就给60万呢。60万？神龙鼎，你能炼制玉如意吗？放心吧，主人，不过就是凡间的东西，对我来说小菜一碟，1秒钟就能炼好。那太好了，这60万的单我接了。无需多言，你只需要告诉我，要雕刻玉如意的人在哪里。你等我一下，打造对神龙鼎来说就是一瞬间的事，这60万纯粹是在捡钱啊！来，这是地址。你就是韩老板说的玉雕大师，如此年轻，到底行不行？我可是花了好几千万买的料子，想做一块如意传家宝。万一你要是把我的料子弄坏了，我岂不是亏大了？张老板，若是我把玉雕弄坏的话，我愿意以10倍价格赔偿。10倍？有魄力！我给你这次机会，你要是做的让我满意，我马上给你转账100万。老刘啊，带这位姑娘去楼上的工作间。姑娘请。神龙鼎出，神龙鼎合成。不愧是神龙鼎，这炼制出来的玉如意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一下肯定能让张老板满意。家主，咱是不是太草率了呀？这玉雕大师不都是老头子吗？这个姑娘这么年轻，水平怕是不行吧？万一弄坏咱的玉料……被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还真没底了。他现在应该还没开始，老刘，快去拦他！好。你们要拦着谁啊？你还没开始雕对吧？哎呀，太好了！一定是觉得没把握吧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呀不会追究的。没有啊，我已经雕好了。什么？雕好了？完蛋了！我价值几千万的料子废了呀！谁说料子废了？姑娘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那么大一块料子，是要雕刻玉如意，还是金镶玉？就算是玉雕大师过来，他也得刻好几天吧？你才进去1分钟，你就说你雕好，这料子它能不废吗？哎呦！谁说料子雕废了？谁说料子雕废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线条流畅，雕工自然，金玉结合的完美无瑕呀！这种级别的雕工啊，全市也只有这一个了，而且他只用了1分钟啊！这位姑娘的雕刻技艺已经远超过许多大师了呀！没想到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雕出这么好的玉如意，这刀工流畅的，好像这玉它本身就是这样一样啊！哈哈，大师啊，刚才是我太唐突了，我是张卓，请问大师名号啊？我叫李海棠。张老板，不用这样子，很少有人相信一个年轻人会有这种手艺，更何况你还愿意给我机会。大师好胸怀呀！好了，我也不废话了，
现在马上给你转账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大师且慢，我还有好礼相送。这个是我珍藏多年的珍珠，正所谓宝剑配英雄，此等极品珍珠正适合大师。这个老板真是大方，这下又有新的合成材料了。多谢张老板，那我就缺之不恭了。我已经凑够了100万，得赶紧给神龙鼎升级了。老板你好，我买黄金。准备买几颗呀？我买1公斤。什么？你要买1公斤的黄金？怎么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但是这1公斤的黄金可是价值100万啊！你有那么多钱吗？我来买，自然就有钱。哎呦，是我唐突了啊！您稍等啊，您看看这成色。黄金没问题，直接转账吧。好嘞。终于拿到黄金了，接下来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地升级。这里四下无人，倒是方便我给神龙鼎升级了。神龙鼎，出来吧！神龙鼎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黄金，快吸收了吧！神龙鼎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黄金，快吸收了吧！升级成功。你这里怎么变成金色了？主人，我这是在恢复我的力量。这次升级后，每天我能连续2次合成东西了。下次升级则需要5公斤黄金才能升级，到时候还会有一面变成金色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把你买的黄金交出来！这不是今天的店员吗？不好，他是来抢黄金！你个废物，毛毛躁躁的，快追啊！追得好紧啊，他们肯定马上就会找到我。我得弄点防身的东西，水枪，还有铁。不知道这2件东西能不能合成一件武器？快合成！他妈的，让老子追那么久，那我就让你见见红！姑奶奶，孙子终于找到你了。哟，刚才的嚣张劲儿呢？咱哪敢嚣张啊？那个，我老板来了，我都帮您教训他。吴越，你个废物！我让你抓人抢黄金，是让你给他跪下了啊！老板，他有枪。哎呦，吴越，一把玩具枪就把你唬住了啊！姑奶奶啊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把我当个屁，放了吧。你说放就放，凭什么？给我个机会，我愿意拿出60万作为赔偿。这是我家传的玉佩，料子是用很昂贵的翡翠啊，最少值40万呢。多少？40万啊！玉佩和转账加起来就有100万了，算下来我买黄金的钱等于1分没出，赚大！玉佩给我。我的60万呢？啊，我这就扫给你。算你识相，现在给我滚吧！走。没想到这次还得到一个玉佩，上次张老板还给了我一个珍珠，这下就又凑够合成的材料了。不知道这2件更昂贵的宝物能合出个什么东西出来。神龙鼎，出来！主人，还需要我合成吗？你看看这2个能合成出什么来？主人，今天的合成次数已经用光，我先回去休息。好。这些玉佩和珍珠本身的价值加起来都有60万，还被神龙鼎合成为这么大件的双龙细珠玉雕，这一下肯定又能轻松卖出个上百万。老板，你来看看我这玉器价值几何呀？这双龙细珠玉雕不错，十分精致。尤其是这颗珍珠，嵌入的手法更是惊为天人。整个玉雕价值至少130万，不是一般人能持有的。这玉器，能是你的？
我拿来卖，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？看你这个穷酸样子，一点也不像是有资格持有这玉雕的人。你不会是捡的吧？谁说是捡的？啊，这块玉雕上面镶了珍珠，正是我送给李大师的。你竟然说是捡的？不好意思，李大师，手下人不太懂事，还请你多多见谅啊！还不快跟李大师道歉！对不起，李大师，是我吃屎眯了眼，没认出来你。看在张总的面子上，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还是再看看我的玉器吧。这块玉器手法精细，没想到李大师除了会处理黄金，就连这翡翠跟珍珠都能拼凑到一起啊！哎，老张，什么叫拼凑到一起？这明显是浑然天成啊，你懂不懂？李大师，你这块玉器我非常喜欢，130万能否割爱呀？哎，老周，这里可是我的店，李大师，我出150万。行，你财大气粗，我不跟你争。李大师，我这就给你转账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150万元到账。巧夺天工啊！张老板，你还没给我介绍这位老板呢。啊，我叫周瑶。刚才看到您制作的这个玉器，简直是惊为天人呐！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代表我们周家参加一场大师会？我们周家那位大师呢，因病缺席了，急需有一个人给顶替上。李大师，以您的水平，绝对能拿到第一。这奖金还是200万呢。多少？200万？只要拔得头筹，就有200万。我有神龙鼎呢，得第一岂不是手到擒来？这可比我自己买材料合成划算多了。我自己买还要额外出材料费，参加这个比赛直接就是零成本得到200万。好，看来我是无法拒绝了，我参加大师赛。太期待了，今年不知道怎么样呢。糟了，他们比咱们提前到，把好雕刻的东西都拿走，只剩下这4样极其难雕刻的材料。什么？这3个大师这么阴险？李大师，您还有把握没？当然有把握了，没把握我能来这里吗？哟，这不是周少吗？不知道这次周家准备了什么东西啊？这次我们周家请来了一位技艺无双的大师，他的技艺是在场所有人最强的，他就是李大师。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呐。我说周少，你不会是被骗了吧？切，李大师的能力是你们无法想象的，还被骗？哼！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们在座的所有人，李大师可以现场直接完成雕刻。哦，那不如请李大师出手，让我们瞧瞧你有多厉害吧。李大师，这4个材料都不简单呐，您不如先挑选青田石或者寿山石，相对简单一点。可以啊，我都无所谓的。李大师，今天你可以完成雕刻了吧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，毕竟我们雕刻起来至少要1周的时间啊！当然可以了，我转眼就能完成。不过呢，雕刻手法是我祖传的秘籍，需要有独立的工作间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？当然有，2楼就有数个隐秘的工作间。如果你要想在现场完成雕刻的话，那就自己去吧。好。神龙鼎出，神龙鼎合成。不愧是神龙鼎，有了这个套章，再看看他们还能说什么。收。这个人真是头铁，这青田石和寿山石雕刻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光是构思一个什么样的作品，就要花费不少时间呢。我觉得大师说的有道理啊，这人今天绝不可能做出成品出来，我们在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啊！各位，我已经雕好了。各位，我
已经雕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竟然真的是青天石与寿山石做的套章！我早就说过，李大师肯定可以的。不如陈老板看看怎么样？这不可能！这刻章的精度怎么这么高？只有机器才能完成。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？我不相信，这一定是提前藏好的。陈露，你不要技不如人，又死不承认呢。不错，你个菜鸟就老实投降吧！啊！我不相信，我要亲自检查工作间。李海棠，如果你要能用剩下的桃核和橄榄核做出新的作品，我就认你为第一。可以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先上去了。哎，这就开始了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也太急了了。你刚刚就是在这里工作的？不然呢？这里倒不像藏了什么东西。开始吧。我这是祖传的秘术，不能让外人看。该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不便展示吧？随你怎么想，你可以进行一切检查，但就是不能看我怎么做。好。神龙顶出，神龙顶合成。哎，成了！啊，神龙顶回来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成了？你说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竟然真的用桃核、橄榄核雕刻成了！哎，我觉得他就不可能雕刻出来啊！啊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，李大师？这真是你做的？要不然呢？陈露的反应还不明确吗？怎么可能有人做得如此精细，比机床都还要逆天？我不接受！这叫知难而退。李大师的手艺果然是天下无双。陈露，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李大师不仅是第一，还要拿走200万的奖金。果然是200万的奖金。奖金虽然是200万，但是我个人愿意再拿出100万来购买你之前雕刻的2件工艺品。虽然这2件工艺品材质实属一般，但是李大师您的雕刻技艺那是登峰造极。这100万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好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100万到账。有了这100万，我就能凑够500万买5公斤的黄金了，这样神龙鼎又可以升级了。又升级了！神龙鼎，你这次能够做到什么呀？这次升级，我可以按照主人制定的要求来进行合成，不再是随机合成，而下次升级就需要10公斤的黄金。按照我的要求来合成，爽啊！至于价值1000万的黄金，我迟早能够赚到。先回来吧，神龙鼎。我手里呢还有几十万，买点东西来合成绝对不是问题。只可惜那大师会结束了，要是能再多来几个就好了，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啊！喂，周老板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周老板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那几个土鸡瓦狗不服气，尤其是那个姓陈的，他直接把自己的师傅给拉了过来，扬言要击败你。击败我？是的，他们还开出更高的奖金，你只要打败对手，就能得到400万的奖金。400万？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。这是400万的支票，
敢接受我的挑战，那就来吧。多谢你们着急送钱给我，那我也不耽误时间，直接去2楼坐了。慢，这次雕刻有要求，必须用昌化石和巴林石做成一块镂空的石雕牌。我做凤，你做龙，你敢不敢接？哼，又当参赛选手，又当裁判，就算是你赢了，也是胜之不武。这不是问题，我先去做了。我可不是之前，现在让神龙鼎生成指定的物品，完全不是问题。哼。师傅，提前做好的石雕牌已经放您工作间的抽屉里了。神龙鼎出！神龙鼎，我要你把这2块石材合成一块镂空的石雕龙牌。好的，主人。和我比，简直就是不自量力。成了，回来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李海棠的石牌精细度甚至比得过机器。司天大师，你的石雕上怎么会有家具印呢？你还真有哎，手工雕刻的为什么会有机器的印痕存在呀？该不会是用模具夹出来的吧？这不是我做的，是这个逆徒，是他自己出的馊主意。师傅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题用机器雕刻还是您想出来的，要不然在速度上根本比不过李。住口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，这种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哼！这，师傅，哎，还真是蛇鼠一窝啊。哎，不过这400万的支票是真的，很不错。这400万支票对我来说可是相当重要，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事，记得叫我呀。这不巧了吗？我还真有一个好事，需要李大师您亲自出手。又有什么比赛？哎呦，比赛哪能天天都有啊？再说你打败了司天大师和陈露，一般的大师也不敢再挑战你。是这样，我认识一位大佬，现在呢要召集很多大师，给他打造一件传家之宝。只要能得到大佬的认可，参与到制作当中，你就能赚到500万。500万？那我可不能错过。周瑶给我推荐的一位大师，据说手艺无双，能够帮我完成神龙护主镇宅牌，人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到时候你们3位可要互相配合好啊。杰哥，李大师李海棠，我给你请来了。杰哥，李大师李海棠，我给你请来了。李大师的手艺可是天下无双，他一个人出手就能完成你所有的要求。鲁大师和杜大师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介绍自己的。不过我万劫要的是绝对的精品，我只会允许你们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雕刻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万老板想要的，但是时间不等人呢。如果万老板全由我雕刻的话，今天就可以拿到成品。和别人合作，那我岂不是还要等别人的进度？太慢了。李大师，小心大话闪了舌头。万老板要的是绝对的杰作，必须慎重。而且怎么可能1天之内完成雕刻？现在3样材料都还是白板。2位大师稍安勿躁，毕竟李大师说的可是实话。杰哥，就让李大师试试吧，有什么风险我愿意承担。你承担？找到这3样材料耗费了我不少的精力，你就敢承担？杰哥，李大师能力超凡，我没有胡说八道，只要让他出手，转瞬间就能达到你所有的要求。好，周瑶，我就信你一次。若是失败了，这3000万的损失就由你周家承担。好，若李大师真的失手失败了，这
3000万，我周家愿意全出。我相信你。不知道万老板想打造什么样的东西？一件神龙护主镇宅牌，是由上等黑檀木做基底，冰种翡翠，雕刻神龙，再用珍珠母贝镶嵌龙鳞。你要是做得够好，我就给你500万；你要是做得不好，周瑶就要替你出3000万。我愿意做这件成品，不知道有没有工作间？前面右转就是。神龙鼎出现。神龙鼎，帮我把这3样东西合成神龙护主镇宅牌。可以，但是主人，这里有3个材料，我一次只能合成2个材料啊。那我再来一次不就行了？开始吧。合成完成。再来。好好好，这样一来，距离10公斤黄金又近了一步。你先回来吧。李大师绝对做不到，就算做到了，那也是粗制滥造。不错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李大师，情况如何？万老板自己看。万老板自己看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神龙牌竟然如此精美，尤其这神龙竟然如同真的一样。这还是人能做到的？这贝壳镶嵌的鳞片看上去，简直就是长在神龙身上一样。哎呀，李大师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我这就把500万转给你。手机银行提醒您，您有500万到账。这就到手500万了，马上就可以再拿下10公斤黄金，到时候又可以升级。李大师，你还有什么需求，尽管跟我说。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那就是一些更珍贵的材料了。我想打造一些更加昂贵、完美的艺术品，拿来售卖。这可是价值100万的红宝石戒指，王老板够大气的呀你！既然李大师需要，那就送给你吧。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在你打造好之后，一定要优先考虑卖给我呀。好。李大师想要打造新的艺术品，我建议去隔壁街的那个水晶店看看，那儿好东西可不少啊。对，我也经常光顾，确实不错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明天就去看看。这黄水晶看起来真不错啊，要是能和我的红宝石组合到一起，就更不错了。到时候可以做个水晶胸针，实用又好看，绝对不愁卖。你好，这个黄水晶我要了。你这黄水晶价值600万，你有这个钱吗？600万？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吗？原本是朋友介绍说你们店不错，看来啊是我看走眼了。你装什么呢？你一进门开始，我就感受到一股穷鬼的气息，买不起你就赶紧滚呗。哼，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店里这么做生意的。您就是李大师吧？万老板和我说了您要过来，我特意从家里赶过来，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。老板，他本来就是个穷鬼，为啥？闭嘴，还不快快给大师道歉。算了，你这样的大佛我也留不住你，你还是直接走人吧。李大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我觉得呀，你们老板说的没错，留你在店里，迟早可能惹出什么大麻烦，还不快滚！李大师，您看中的水晶原价是60万，作为赔罪，我直接送给您，还望您在万老板和周公子面前多替我美言几句。好说好说。
这一下该找个无人的地方创造我的作品了。这一次绝对能卖个1000多万，到时候又能攒够升级的黄金了。这别墅区的花园倒是大，这里应该没人能看到我了。神龙鼎，主人，这次要我合成什么样子？来个水晶胸针吧，红宝石镶到上面肯定好看。不错不错，这下肯定又能卖个几百万了。神龙鼎回来。周瑶啊，刚才李大师除了钱还需要什么？这样的人物啊，我必须要好好结交啊。据我所知，李大师是草根出身的，钱虽然多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像样的房产。那正好，我名下还有一套房产，直接送给李大师吧。哎呦，李大师，这次你又创造出了什么精品啊？水晶胸针，采用了如金一般的黄水晶，而且还镶嵌了万老板的红宝石。哎呦，这，连水晶都能雕刻得如此细致，李大师，你简直是全才啊！这胸针我喜欢，李大师，多谢你还记得我说的话。嗯。这是600万的支票。对，600万。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可是一栋别墅的钥匙哦。这栋别墅价值1000万，这个就是别墅的钥匙。这栋别墅现在是李大师的了。这实在是太贵重了。一点都不贵重，毕竟李大师的技艺价值是无价的。那我就收下了，多谢万老板。拥有一套价值1000万的别墅，一直都是我的梦想。是吗？那我倒还阴差阳错的帮李大师圆了梦了。简直是双喜临门！我现在有了别墅，还有了600万，直接就能够去买下10公斤的黄金，神龙鼎又能升级了。那就多谢万老板、周老板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我去，这花了我1000万买的10公斤黄金，有点沉啊！不行，太重了，得赶紧找个地方给神龙鼎升级，不然这一直拿着得累死我啊！这附近应该没什么人，就在这升级。这20斤的黄金真累人。主人，这黄金是给我的吗？对，这20斤黄金就是给你升级的，你快吸收掉吧，一直拿着都快累死我了。不错，你迟早会恢复原来的样子。不过你现在能做到什么？后续升级还需要多少黄金啊？我后续升级需要30公斤的黄金，而且现在可以直接3合1了。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分2次将3个物品给合2为1，而且还能合出神秘物品。主人，快试试吧！3合1，能合出神秘的物品？那我现在就试试。这怎么还有个珍珠耳钉啊？就你了。主人，还差一个东西。还差一个东西？
就这个衣扣吧，看看你能3合1合成什么新东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由于主人放入了红线，又放入了一位女性和自己的随身物品，所以合成了连理红线。从现在开始，那位女性将会直接爱上主人。什么？你这不是坑我吗？我可是个女的，还是性取向正常的女的。啊！有人来了，回头再训斥你。先回来。红线有反应了，难道说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感觉眼前这个小姑娘这么有吸引力？本来是想来找珍珠耳钉的，没想到。你好，我叫温秋，请问你叫什么？你好，我叫李海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单身，是因为我实际上喜欢女生吗？那个李小姐，方便问一下，你现在单身吗？完了完了，这丫头真的看上我了！这红线的威力这么强吗？都怪神龙鼎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又不喜欢女的，而且温秋也不是真的喜欢我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没关系，这也不是什么难回答的问题。我现在还单身呢。喂，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公司的事情我会处理的。你不能走，我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可是你的忙我也不一定能帮上啊。你能解决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答应给你800万的酬金。爷爷说过，至于女孩子一定要舍得花钱，到时候给海棠专门安排个简单的任务就行，海棠一定会被我吸引的。我真聪明。多少？800万吗？对。哎呀，你就帮帮我嘛。当然可以，我这个人嘛，最善于乐于助人了。咱们走。前面。刚才温总进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没？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啊！难怪之前温总身边一直没有异性，原来温总喜欢女的。沈岩，他们想要顶级大师制作的首饰，难道我们公司的工艺师还不够顶级吗？温总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服务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客户，他们的眼光可是很刁的。而且我已经提前联系了2位大师，他们都表示最近没有时间接活，所以这件事就有些难做了。原来是需要顶级的工艺大师啊！我就可以啊，有什么要求尽管和我说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好的成品。这就是温秋说的800万的任务吗？竟然刚好是我最擅长的领域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还是位顶级的工艺师啊！温总，您跟这位李小姐认识多久了？她真的是顶级的工艺师吗？怎么，我做的决策你也要质疑啊？温总的决策我们从不会质疑，只是李小姐毕竟是外人。你不就是怀疑我的能力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只要把宝石拿出来，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做。我不同意，宝石那么昂贵，万一做坏了，损失谁来承担呢？我才是公司的掌权人，既然海棠说他能做到，那他肯定就能做到。和我一起去保险室吧。所有珍贵的宝石都在那边存放。走吧。好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不听劝呢？我哪知道啊？这是我手上最贵的2颗宝石了。怎么只有宝石？这个有点不好合成做成首饰啊。有没有手链之类的？我好把它们镶嵌上去。手链。这有一条项链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以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吧。那我在外面等你的好消息。好。这连理红线的威力也太强了吧！温秋对我简直就是无条件的信任啊！不过我也不会辜负这份信任的。神龙鼎，主人，今天还需要我做什么？来帮我做成一条特别精美的项链，这次绝对不能出错了。
错不错，这次的项链非常精美，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温总怎么是自己回来的？不知道啊。温总，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海棠说他很快就做好，我就先回来了。什么样的大师能够那么快的完成作品？他不需要构思吗？雕刻、镶嵌什么的不需要时间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他才不是骗子。三位不如先看看我手里的项链，看看它符不符合你们的预期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么快就做好了？这宝石确实是我们的，但是这一来一回才多久啊？也就10几分钟而已，居然这么快就做好了。本来还想给海棠安排一些简单的任务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对他就挺简单的。让你们之前怀疑海棠，现在他用实力证明了，你们还能有什么好说的？之前啊，是我们看走眼了啊，对不起，李大师。我听闻最近本地确实出现了一个大师，不仅制作速度极快，而且无比精美。难道是您？好像确实是我吧。哈哈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公司如果有李大师坐镇，绝对可以步步高升啊！李大师，之前我说的话您别放在心上了。哎，与您比起来，我才是阿猫阿狗呢。没关系，反正大家都是为了让公司共度难关嘛。哎，对对对，共度难关。那现在这个难关已经解决了，你们就拿着这串项链下去吧。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处理，你们应该知道吧？哎，是。这是……我可没忘记我之前的承诺。这张卡里呢，正好有800万。800万？好，我就收下了。这一下就是800万，算上卡里剩下的钱，我距离买下30公斤黄金所需要的3000万，就已经完成1/3了。温总，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事，一定要记得找我呀。当然会找你，不过你总是叫我温总，是不是显得有些生分啊？其实你可以叫我名字的。这不太好吧？我想起来我家门要爆炸了，我先走了啊。1000万的别墅就是好呀。这个温秋怎么最近老是缠着我呀？海棠，公司又遇到麻烦了。我刚把你做出的项链拿出去卖，但我的老对手转手就推出了更顶级的首饰，显然早就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呢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做出更好的首饰？做不了了，做顶级的首饰需要顶级的原材料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是真没办法才来找你的。这种事情我也不一定能帮上你的忙啊。只要你能帮我解决，我答应给你900万的酬金。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这就去找你，咱们一起商量对策，干翻对手。我就在公司的办公室呢，你快来吧。温总，对手最近嚣张得很呢，他们显然是知道我们公司最近拿不出更好的产品和他们对抗。温总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温总，海棠，你总算来了。既然李大师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温总，我路上想了一下，或许可以选一些不是那么昂贵的原料，做出一些精美的首饰，这样最起码不会完全落入被动。好像只能这样了。杜玉，他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嘛？杜玉是谁啊？他就是我的对手，给我制造麻烦的人。也是另一家公司的总裁。我倒是要听听他想说什么。喂，我的温小姐，你现在一定在愁眉苦脸的思考对策吧？杜玉，你不好好经营你的公司，跑来给我打电话，挺闲啊。自然是为了看看我的对手有多么的可怜，顺便谈一谈收购合同。你的公司顶不住的，为了围猎你，我可是准备了好几年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不会有任何珠宝商向你提供珠宝，你倒闭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倒闭？绝对不可能。我只是向你提供一个建议，你现在不答应，
不代表以后会拒绝。你无耻！海棠，我要去召集高层开会，商量具体应对的策略了。你多做一些手势，保险室那边你随便接。好。要是没宝石商提供宝石，这就算能做出首饰，也并不能帮温秋渡过难关啊！这可怎么办呢？到时候我的900万也没了。主人，主人，如果想要应付对手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制作符箓来击败对手。符箓？是的，这和上次制作连理红线是一个道理。制作出来的东西都会带有冥冥之中的力量，而且立刻生效。那如果我可以多安排几个让人破财或者倒霉的符箓，那就可以击败对手了。那就需要用到破财符和霉运符。这2个符箓需要主人准备2张黄标纸、锅底灰、滑石粉、金粉、1根长发。啊，这些材料倒是不难，我现在就去找。终于弄下来了，这下就可以了吧？是的，这下就足够了。金粉寓意化金成粉，滑石粉寓意留财不住，手滑破财。这2样加上黄标纸，就可以做成破财符。好，那我试试。原来这就是破财符。是的，接下来该放入剩下的材料了。锅底灰象征极致的晦气，头发则代表难缠，谁拿到霉运符，谁就难以挣脱。2次机会已经用光，主人，我要休息了。好，回来吧。接下来就该去公司找温总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接触到对手，然后把这2张符给出去，我的900万也就到手了。杜玉，这是在我的办公室，你别太嚣张了。我们斗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我终于要赢了。签了这份收购合同，我还能留你在我身边当个小助理，否则你就等着背上巨额债务。你，温总的公司是不会倒下的。我早就听说过李大师的名头。万秋给你开了什么薪资价格？我杜玉出双倍。杜玉，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挖人！李大师，万秋的公司马上就要不行了，以你的手艺，为什么不寻找一个更好的出路呢？万秋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。你这话说的倒是很有道理，不如杜总再靠近一点。当然可以，我说了，万秋能给的，我一样能给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我受到了温总的雇佣，是不会突然翻水的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李大师，我记住你了，以后你在本地能找到工作，我杜玉的名字倒过来写。以后你在本地能找到工作，我杜玉的名字倒过来写。哼，真是个恶毒的女人，不为你所用就只能毁掉是吗？不过呢，你也嚣张不了多久了。我等着你们2个来求我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他们怎么会突然和我终止合作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投资怎么可能也都全部失败？不可能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是他太嚣张了吧，作恶多端，所以这就是他的报应。以后没有人再针对你的公司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公司怎么会突然破产的？还有我的那些投资，为什么会突然就这么失败？保安，你们2个现在把杜总搀扶出去，记住要离他远一点，毕竟他现在可是霉运缠身。是。真没想到，杜玉的公司居然会瞬间倒下啊！是你做了什么吗？我怎么会有那么大能量呢？是他自己太嚣张了，他赢了你不说，还要上门来羞辱你，这种下场啊，就是他自找的。那也是，如果不是你，可能我的公司就保不住了。对了，这个呢，是我之前答应你的900万。好，这下又是900万入账了，距离3000万又进一步。你是还有什么需求吗？如果你需要更多的钱，尽管找我，也可以跟我说。不用了，我这个人呢，牙口好，不用吃晚饭也可以活得很滋润。那好吧。对了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需求，尽管来找我，我能够帮上忙的一定帮。下次见。好。
喂，爸，宴会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没想到今天又赚了900万。喂，老子给你150万，离他远点。你谁啊？你有病吧？你说让我离开他，他是谁我都不知道。老子是周凯。林海鹏，我知道你最近天天和温秋凑在一起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哦，那咋了？那既然你给我打这个电话，那肯定知道他根本就不喜欢你。你把我赶走又有什么用啊？好，老子给你钱你不要是吧？你要是能过上好日子，老子就跟你姓。哎，没想到短剧男主的剧情居然会发生在我一个女的身上。海棠，你果然还没走远。温秋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公司是有什么麻烦吗？那倒不是，是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参加一场宴会。我爸一直催我过去，想让我看看我在宴会上能不能有选中的人。不过我已经有选中的人了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现在去这上流社会也不太合适啊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只能一个人去面对那个烦人的周凯了。什么？周凯？就是那个刚才莫名其妙给我打一通电话，劈头盖脸对我一顿骂，骂完还威胁我会有麻烦的人。什么？电话都打到你头上了？你放心，这次去宴会上一定好好教训他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看这个周凯大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顺便给他解决了。那行，那我们明天一起去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一起。明天？那正好，我今晚炼制一张梅月符，等明天见了面，那个周凯要是敢继续猖狂，我就让他倒霉到底。感觉这衣服穿着还是有点难受，忍一下嘛。你不觉得你穿这件衣服好漂亮吗？哎，周少来了！各位，今晚的宴会我来买单，大家随便玩。好，周少大气，还是周少出手大方。周少大气。温小姐，你终于来了，可以和我一起舞一曲吗？不用了，周凯，我已经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温小姐，好事多磨嘛，我对你还是很有耐心的。况且，你们二位是不可能的。李海棠，你怎么敢来这里？我在电话里面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还有，你到底给温小姐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这个人没有畏首畏尾的习惯，而且你说的什么迷魂汤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可没有灌迷魂汤，我用的是红线。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可没有灌迷魂汤，我用的是红线。好，这句话我喜欢。林海棠，你很快就会知道和我作对是什么下场。周凯，你不要再这么幼稚了，以后你要是再针对海棠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我不和女人一般计较。哼，幸好来之前我又炼制了一张梅月符。周凯是吧？等这梅月符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就老实了。海棠，不如你就留在我身边吧，最好我们吃住都在一起，这样你才是最安全的。不过你也不要多想，我是为了你的安全才这么说的。我相信你，不过我有解决的办法。你呢？你准备怎么做呀？我有办法，你就等着吧。哦。周少，宴会玩得开心吗？穷鬼，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找我做什么？只是想和你谈谈温秋的事情而已。温秋的事情啊，不知道了。走吧，换个地方聊吧。随你的便。我知道你一定是改变主意了，对吧？在心上人面前不好表达，才故意遮遮掩掩，对不对？我呢，这有一张支票，整整150万，足够你花很久了。这家伙在胡说什么呢？不过还是先陪他演戏，找机会贴上梅月符要紧。怎么样啊？周少说到我心坎里了，这150万对于我来说啊，真是太多了。哎，你拍我干什么？本少不是说了你不配碰我，别以为我这么开心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哎，150万，然后给我离开温秋，我不想在宴会上看到你。梅月符果然贴上去立刻生效，直接让周凯把150万手滑多写一个0，变成了1500万，直接翻了10倍啊！多谢周少，这次我是真的真心的感谢你。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为了钱的人，给本少滚！好。终于赶走这个家伙了，温秋迟早会意识到，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我。
海棠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李海棠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哼，周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平地都能摔倒。李海棠，我看你是找死啊！竟然还赖在温秋身边不走，这几天弄死你！温秋，温秋，温秋，你别吓我啊！温秋，温秋，你个疯子，别碰他！你快把他送到楼下去，这样急救车来了就能立刻上车。多谢，温秋，你现在还能听到我讲话吗？附近好像有药店，必须要赶紧买一些药物，先压制住温秋的伤势。温秋，温秋。这就是店主说的药，希望有用。快把这3样药品合成一下。根据主人投入的药物品类，这是一颗顶级的疗伤丹药，能够稳住伤势。好，你回来吧。你给他喂了什么？我不是让你去拿药吗？这就醒了，你到底喂了啥？这不重要。温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他现在失血有点多，具体怎么样还是要到医院才能确定。救护车来了，我们走。啊，医生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问题不大，你送来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已经稳定，我们也检查了一下，他没有伤到头骨，只是失血多了一些，只要输点血，再服用一些补品，基本就恢复了。那就是基本没什么问题了。多谢医生。哎，职责所在，不客气。我看你在这一整晚了，回去休息一下吧。等他醒的时候，我给你打电话。也好，我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了。温秋的事情终于解决了，我也可以去升级一下我的神龙鼎了。30公斤的黄金，真是累死我了。神龙鼎出来吧。主人，这么多黄金是给我的吗？当然了，这些黄金我又吸收不下，你赶快把它吸收掉吧。好的，主人。又生气了？主人，我下次升级就要90公斤的黄金了。切，这话可以后面再说也行，你还是先说说这次解锁了什么技能啊？现在只要给我放入合适的药品，我就可以直接炼制对应的丹药，再加入病人的身体组织，更是能炼制专门的特效药，可以治愈所有疾病。之前红线连接的效果也可以清除掉。真的？你居然解锁治愈之力了？是的，我本就是有扭转乾坤的能力，恢复伤口对现在的我来说很简单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吧。到时候再说吧。主人是有些放不下温小姐。温小姐可是大美人啊，谁会不喜欢她啊？可是我得到她的手段可不怎么好，还是先解决连理红线吧。好，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。感觉这有点累啊，要不先睡会儿，反正她的伤势也不要紧。居然是医院打来的电话，难道说她的病情已经好了？李小姐，大事不好，温小姐的血型非常特殊，我们的血库里没有和她匹配的血型，您还是赶紧带她转院吧。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李小姐，你别着急，我已经联络了其他的医院，如果确定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立刻转院。这些针管别人用过没？没有，那人参也没用。我们本来打算给温小姐身体恢复气血，但现在没有新鲜的血液输入，人参效果也起不了作用。好，医生，那让我们待一会儿吧。好的，李小姐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温小姐她不会有事的。好。神龙鼎，快帮我治好温秋。主人，不要着急，先将温小姐的血液和人参都放进来。然后呢？我该怎么把温秋放进去啊？不需要放进来，只用让温小姐的一只手放进来就行了。哎，行了，快回来。海棠，是你治好我的吗？为什么现在看海棠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？难道那个酒瓶子直接把我脑子给砸毁了？你看上去好憔悴啊。我还好啊，你呢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好啊。那就好。李小姐，有对应血型的医院已经找到了，我们可以转。哎，温小姐，你醒过来了？怎么了？
我感觉我很好啊。你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要拆下绷带了。如果有什么不适，你一定要开口。啊，我眼睛没有花吧？气血补足，伤口直接恢复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是海棠治好我的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啊！李小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家传之术，不方便告诉外人。李小姐，不说也能理解。现在病人情况稳定，那我也该去汇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看起来很累，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儿照顾我吗？只要你能恢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你等一下。喂，财务部吗？马上给李海棠的账户上转2000万，要快，明白吗？怎么又给我2000万？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当然要有所表示了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拒绝。哎，你也拒绝不了。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你账户上了。银行提醒您，2000万到账。怎么到账这么快？既然你的伤势好了，那我也该走了。很抱歉，之前我一直缠着你。你要去哪儿？这之前不是一直是我缠着你吗？其实，严格意义上说，是我缠着你才对。毕竟你不准走，我们可是最好的姐妹，而且你是我手下的头号大将，我以后还指望你帮我解决麻烦呢。我可是舍不得你走。看温秋的称呼，红线真的断了。不过和温秋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红线断裂而变淡。这下我也是有一个富婆闺蜜了。好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毕竟离开你，谁还给我开这么高的工资啊？这以前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对你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，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困扰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姐妹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？自然是报复回去。那个混蛋居然敢打伤你，我要不报复回去，那岂不是没有天理了？那你打算怎么报复回去啊？血债血偿。这还是算了吧，万一你也受伤了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现在你还是再好好休息会儿吧。那你呢？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我先走了。好。神龙鼎，有没有什么能够提升实力的符箓？那个混蛋打伤了温秋，我要让他尝试一下我的铁拳。当然有，我这里有武力符和钢体符，可以帮助主人得到强大的力量和刀枪不入的能力。正合我意。主人，武力符已经炼制完成。那我现在就试试这武力符有多强。感觉这浑身都充满力量。我去，这么硬的铁铲子被我揉成一个球，那我要是拿到钢体符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这就是最后一张钢体符了，主人，我好累，我要休息了。行，好好休息吧。就让我试试自己现在有多硬。我的天，我已经这么强了吗？周大少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你谁？你们的周大少在哪儿呢？周少也是你问的，给老子滚！哎你，他在哪儿？我巡逻的时候看他在楼上开会。哎，周少，最近怎么总是受伤啊？我哪知道呀，我最近喝凉水都塞牙，走路上哪儿都摔跤。不说这些了，公司最近怎么样啊？哼，周凯周凯又见面了。老子正想找你呢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了。给我上！这怎么感觉像打在铁疙瘩上一样？胡说什么？谁打断他的腿，我给谁100万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可都是特种兵退伍的。特种兵？今天就算兵王来了，你小子也别想跑。你要干什么？打人可是犯法的。你不能在规则只对你有效的时候才来强调它。施我一拳！你要干嘛？你要杀了我吗？对，但也不对。不过呢，我确实会把你往死里打。这就不行了。还好我路过
过楼下药店的时候买了一些药，合成了一颗疗伤的丹药，继续挨揍吧，我还没打够呢。我怎么伤都恢复了？是啊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把你打死了。不，我知道错了。海棠，你没事吧？受伤的是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我闺蜜说话呢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没事就好。我刚刚一直打你电话，没人接，我还怕你来这里闹事，没想到你居然……我居然把他打趴下了。哎，我之前都说过嘛，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，绝不是随便说说的。不过我今天来找你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出手。出手？雕刻什么物品吗？不是，是治病。你还记得我之前受伤吗？那个医生知道你的医术，虽然没有继续追问，但是呢，却四处宣扬你的神奇医术。现在有一个富户通过医生找到了我，希望你能够出手帮他治病。富户？难道还有比我的小富婆更有钱的吗？哎，我算什么呀？那个富户说了，只要你能治好病，他愿意给你7000万。7000万？我之前给你2000万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他能拿出7000万，确实很多了。那你带我去见他吧。走。医生，我女儿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来看还算稳定，那就是好不了了。李医生，这里，李医生，这就是我女儿，求你快治治她吧。曹东强，你又从哪里找来的这些奇葩医生？你找来的医生都有什么用？我这不都是为了让女儿快点好起来吗？而且这次找的医生和以前的不一样。够了！你以前每次不是这么说的，结果呢，就放任这些医生换着法儿的折磨我女儿，我心不会痛的吗？我不同意，让他们走，都给我滚！看样子这家人没少在医生身上吃亏啊。郭女士，我不会用任何奇怪的手法来折磨你女儿的，请相信我。以前所有医生都是这么跟我说的，结果呢，治疗的时候不是对方放血就是扎针，弄得我女儿难受的不行，结果没一个能治好的。我的治疗手段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不需要任何外界刺激，你尽管放心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只需要给我10分钟，我就能知道到底能不能治。又来了一个吹牛的。真的吗，医生？自然是真的。10分钟之后，你女儿如果没有醒过来，那我李海棠扭头就走，1分钱都不要，也绝不多留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赶紧治疗。哎，那个我朋友的治疗方法是家传之秘，他治疗的时候现场不能有任何人在场，所以我们全部人还是先出去吧。好，我就给你10分钟时间，10分钟之后我要看到我女儿醒过来。没问题。医生。李医生叫着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只是想问问，病人现在在服用什么药物？小丽的情况完全说不清楚呀，它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病症。不过她一直在服用100年的灵芝和100年的人参，在吊着这口气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她常服用的药物。只是小丽的身体太虚弱，这药力啊不能充分吸收。如果能再吸收多一点的话，说不定真的能够恢复不少。不过这是不可能的，你自己还是想想办法该怎么治疗吧。神龙鼎出现。主人，这次需要我做什么？自然是救人啊。这下就能直接治好小丽了。这下就可以直接治好了。主人，还没有完全治好，这人参和灵芝的药力完全不够。这可是100年的灵芝和人参啊！我现在只能让她苏醒过来，但是想要完全治好这个小女孩，必须要用1000年的灵芝和1000年的人参才行。什么1000年的灵芝和人参？华夏上下才5000年啊！我上哪去找这些药材呢？我有办法可以催熟。催熟？你需要什么材料？快说！我需要100年的灵芝和人参，2份朱砂，1杯晨露和1块伏龙干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小丽好像要醒了，不能让她发现。你快回来！
等一下我们再解决这些问题。你好，小丽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你是谁？我妈妈呢？我是医生，你妈妈他们在外面呢。小丽已经醒了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我女儿她醒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她是怎么醒来的呀？李神医，你真是神医呀！我曹东强给你磕头了。哎，曹老板，你还是赶紧起来吧，你可别真的跪下了。小丽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好，你先不要这么着急谢我。什么？还没有完全治好？可是她已经醒了呀。妈妈，我好困。乖女儿，你继续睡，妈妈守在你身边啊。李神医啊，之前是我说错了话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求你救救我女儿吧。李神医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她了，求求你了。李神医，我没有提前准备，身上只有这3000万的支票，你先拿着。只要你能救好我女儿，剩余的4000万我立马给你补上。我自然是会救人的，不过呢，我还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需要100年的灵芝和人参，另外还需要2份朱砂、1块伏龙干，以及1杯晨露。好，我们这就去做，我亲自派人马上去处理。走。李神医啊，你这又是什么药方啊？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真能把小丽治好啊？药方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必须要我亲自处理才行。原来如此啊！看来李神医的医术超乎常人呐。我也去帮忙找那些药材吧。我就知道你肯定能做到，都是小问题。接下来还要等他们把药材都找回来。已经快集齐了，就剩100年灵芝和人参了。这对于曹东强夫妇来说，应该不算什么难事。李神医，这是我们刚刚又花了大价钱购买的100年人参和灵芝，您看看，这符合要求吗？只要是100年的人参和灵芝就没问题。剩下的呢，我来解决。行，那全靠李神医了。那2位，要不我们去卧室看看小丽的情况？这海棠要开始工作了，这可是家传之秘，不能被外人看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神龙鼎出现，材料齐了，放入的顺序是什么呢？先放入100年人参和1份引灵气的朱砂，再放入伏龙干。人参最需要厚土滋养。好。果然是1000年的人参啊，都已经长成人形了。这个药效用来治疗病人肯定是足够了。主人，接下来该放入剩下的朱砂和灵芝了。晨露要最后倒入，催熟灵芝必须要用到这天地之水。好。这香气好浓郁啊！只是闻上一闻，就让人觉得神清目明。不愧是1000年的灵芝啊！主人，今天的次数已经用光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好，没事了，先回来吧。这也快天亮了，等到天明，差不多又能使用神龙鼎了。现在还是去看看小丽的情况吧。哇，1000年的灵芝和1000年的人参呐，这是怎么得到的呀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是真的吗？李神医怎么会骗我？这绝对是真的！多谢你，李神医，要不是你，我女儿怕是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没事，眼下正是治好小丽的最佳时期。那我们在外面等你。走吧。好。快。神龙鼎出现。主人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赶紧治好它吧。
主人，他的病已经治好了，这次药力完全足够。好，那赶快回来吧，可别被人看到了。睡得好舒服呀，大姐姐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医生，是治好你的医生。来，下来吧，和我一起去见你妈妈。小丽，我的女儿，你居然站起来了！哎呦，居然真的把小丽治好了！这孩子现在看起来气血十足啊，没有一点虚弱的样子，绝对是治好了。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李神医，这是之前说清楚的4000万的支票，我曹东强绝对不会骗人。那就多谢曹先生了，这上面的零都多得数不清了。这下可是又赚一大笔了。真是太感谢李神医了，你的恩情我们这辈子都记得。李神医啊，和我们一起庆祝吧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啊。我还有事，等一下就自己先走了，你们要庆祝就自己庆祝好了。那好吧，李神医，如果以后有任何难题，只管来找我们夫妇，我们一定做到。走吧，乖女儿，妈妈给你做最喜欢吃的菜。走。看来我这算是失业了，不过也是好事。李神医啊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有要紧的事，什么事啊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等会儿我先送你回去，然后呢，我自己去处理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看你这家店还挺大的，不过你这里有90公斤的黄金吗？多少？90公斤？你确定你要买？那个是价值9000万。2000、3000、4000万，你居然真的有9000万！我这里有90公斤的黄金，客人您想要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提给您。可以，不过呢，我要先看到实物。90公斤我是不可能拿走了，但找人运来运去的又麻烦，待会儿直接支开店主，让神龙鼎一口气全部吸收干净。好，您随我来。老板，这就是90公斤的黄金，童叟无欺，绝对都是纯金的。您要是觉得不够啊，我还可以再安排人再给您调一批过来。更多的黄金就不用了，这一批我是要定了。给。现在你要办2件事，第一，闭店带着所有人离开；第二呢，就是把这里所有的监控都关掉，明白吗？您是上帝，您说了算，我这就去做。终于可以再次升级了。神龙鼎，出来吧。主人，这么多黄金都是给我的吗？必须是，赶快把它们都吸收掉吧。主人，我下次吸收就可以彻底恢复我的力量了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我下次需要200公斤的黄金来恢复自己的力量，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合成将不再有任何次数限制。你说什么？没有次数限制了？是的，不仅如此，我还不会再进行任何的消耗。现在主人给我3样物品放入鼎内，等合成完毕后，我不仅会给出成品，连原本放入的3样材料也会直接返还。无次数限制，无消耗。神龙鼎，你真的是在扭转乾坤啊！主人，相信完成最后一步不会太久的。一定不会太久的，回来吧。唉，现在神龙鼎都这么厉害了，等最后一次升级完，那简直不敢想啊！喂，小秋姐，怎么了？海棠，你在哪里？能不能赶紧来公司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马上来。这次对手也太强了吧！海棠，你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最近又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，对方在本地是最强的珠宝商，甚至在全国内都有点名气。新对手？哼，不自量力！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？尽管说。我需要更多的极品首饰，
来帮我打赢这场战争，守住我的市场。我已经联络了很多的宝石商，只要供应不断，再加上你的手艺，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时间一长，对手自己就撑不住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今天先给你整个5件出来。多少？5件？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么多？你原本不是一天才能做1、2件吗？数量呢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多，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。那行，那你去保险室，我在这里坐镇。好。这么多宝石，看来击败对手公司之后，公司发展确实很猛啊。哼。神龙鼎，主人，这次需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把这些宝石重新排列组合一下，做成5件顶级首饰，能不能做到？没有任何问题。都能自己吸收了，看来距离最后一次升级真的很近了。你慢点，我都快拿不住了。原料果然都回来了，无限次数，不消耗任何材料的神龙鼎果然逆天，真的不敢想，你要是再升级，会是什么实力，能有多强？等我最终恢复全部的力量，天地万物都能任由主人使用。我记住了，先回来吧。这些首饰一出手，我不知道对手怎么样才能赢。温总，这李大师什么时候才能带回来有顶级手艺加持的极品首饰啊？没有他，我们的基本盘很难稳定啊。首饰我已经做好了，大家来看吧。你真的做得好快啊！哎呦，真是太厉害了！真不错呀，这浑然天成的手艺，好像首饰本身就长这样啊。这只是刚开始，后面需要多少尽管说。这些暂时足够了。我要举行一场发布会，一口气展现5件首饰，到时候绝对能够给对手一个超大的惊喜。哦，对了。海棠，这次多亏有了你，这是公司1半的股份，以后这个公司，咱们姐妹俩1人1半。小秋姐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这是你应得的，快签。傻站着干嘛？都叫人啊！哦，李总好，李总好。感谢温总和大家的信任，这次的发布会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发布会，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有名的李海棠李大师。温总，听说最近贵司在产品上遇到了对手的挑战，请问贵司打算如何应对？这就是我召开发布会的原因。这次我将一口气发布5件饰品，它们全部出自于我们李大师卓绝的手艺。但我怎么听说这5件首饰都是假的呢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宋氏集团的老板宋天。你就是宋天，很好，今天也是见到本人了。不过你凭什么说我的饰品都是假的？我可没有怀疑李大师的手艺，而是我得到消息说用来雕刻首饰的宝石都是假的。胡说，那些宝石都是真的，怎么可能会是假的？李大师，您这是遭受了蒙骗呀！我希望您能早日认清楚现实，离开这家公司，转而加入我的公司，我会给你更加丰厚的待遇。否则，你和他废话干什么？直接去后面把首饰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可惜了，非要自己丢个大脸，我看你们呀，什么都拿不出来。走。啊？你是谁？我记得我安排了5个人，专门将这5个首饰拿出去展示。他们都是外人，为了保护珠宝的安全，我让他们去了隔壁，自己亲自监视。现在要展示嘛，我这就把他们都叫回来。慢着，你要去哪儿？我的首饰呢？你不是亲自监视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我调包的。哎呀，快交出来首饰！再不交出来，我废了你！别捏了，我拿给你。
你这个混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不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是不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是宋总，是他让我调包的。他知道时间不多，我可能被你们给发现，就让我调包的时候顺手尽可能的破坏这些首饰，能弄坏的就弄坏，弄不坏的也要让宝石充满划痕。这个混蛋，海棠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放心，问题不大，我应该还能挽救一下。你等下先去台前稳住其他人，我在这里把这些首饰临时制作一下。那好，那我先出去。神龙鼎出现。神龙鼎，你之前可以救人，现在可以修复这些破损的首饰吗？我需要新的宝石才可以修复这些坏掉的首饰。可是现在也没有啊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？这5件已经碎成了许多部分，我可以将这些碎块当作原材料，重新合成出新的首饰。好，那就赶紧解决吧。快回来吧，神龙鼎。这下总算解决了。李大师，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今天到底还要不要展示那些珠宝呀？当然继续展示了，你去把另外4个人喊过来，把这5件首饰赶紧佩戴好展示。好。终于解决了。怎么样？说好的首饰呢？怎么还不拿出来？马上就会拿出来，模特佩戴是需要时间的。让大家久等了，这5件珠宝首饰都是我的杰作，它们都是绝对的真品。宋总，你觉得这些首饰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这都是真品。那个高管已经被打晕了，而且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，宝石被毁掉的证据也保存完好。我把这些证据都交给警察的话，你猜猜你会坐几年牢啊？那个废物怎么能被抓住？而且还把我给供出来了，这下完了。各位，今天的发布会就到此为止，这些珠宝的价格我们也将不日公布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捧场。走吧，走吧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走吧。宋老板还不走，是还准备了什么手段吗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坐牢，这是一张空白支票，数字你们随便写。但是这件事情我希望千万不要捅出去啊！写多少就看你了，海棠。写个8吧，予以为发。至于后面写多少个0嘛，哼。至于后面写多少个0嘛，哼。8000万。本来呢，我是想写8个亿的，但是想了想，你好像没这么多，所以只好写8000万了。你，多谢李大师理解。那你还不走？哼！没想到这一下就拿到了8000万，这下他一个人是绝对不敢再对我的公司做什么了。那就好，这样距离我们第1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近。走吧，回公司。好。宋总，这个时候把我们请过来干什么呀？为什么还把张和也给叫过来了？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？都怪那个狗屁李大师，为什么这样的人才不是在我的手下，居然在给别人卖命？我他妈可是赔了8000万进去，按照这个进度下去，我很快就不再是第1了。我们这次必须联手反击，干掉他们，干翻文家。联手，我感觉这个事儿有点难做呀，而且对手不简单啊。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这次我不出面，由你们出手。我的公司会出钱出力，但是赢下来之后，我1分不要，你们可以瓜分所有的利益。怎么样，干还是不干？
好，我加入。只要利益足够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。我也加入。好，那么今晚就开始行动。明天我就要看到那个娘们儿和垃圾大师跪在我的面前求饶。怎么大早上的给我打电话？喂？什么？他们怎么会突然联手对付我呀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公司。怎么了？本地的老牌珠宝世家张家和聂家突然联手一起对付我，他们原本也算是敌人的，我得先去趟公司。喂，你哪位？我是聂家的掌舵人聂深。聂深？聂家主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怎么会突然对我公司下手？哼，没有为什么。文秋，我现在只给你一个选择，乖乖放弃抵抗，这样我们还会让你光荣退休。否则，倾家荡产只是基础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知道？你知道什么了？你知道？回头我们会和你联络的。这个事情可能跟宋家有关系，这宋家平时就跟张家、聂家有联络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一口气击败他们所有人。你只管去公司稳住局面。那就靠你了。敢阻碍我们成为第一，接下来我就去多练几张霉运符和破财符。哼！啊，这就是最后一把锅底灰了，开始吧，闪龙鼎。主人，3张霉运符和破财符已经全部炼制完毕。其中4张就给张家和聂家，至于剩下的2张，宋总最好别让我遇到你，不然你的下场会无比凄惨。李海棠，哼，你居然又打了回来。如果你打算认输的话，我们就在洲际酒店等你。居然主动凑到一起让我一网打尽，多谢了。是啊，我们也觉得打不过，正准备过去赔礼道歉呢。哈哈哈，好，好，你倒是识趣。我们在这里等着你。切，找死！该给温秋打个电话，让他也去洲际酒店看看这些人崩溃求饶的样子。哎，喂，海棠，怎么样？你想到办法了吗？等会儿呢，我们一起去洲际酒店。聂家的说他们都在一起呢，咱们一起过去，假装认输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。那行，那我们在酒店碰面。好。我还以为好歹打一阵子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认输了。今天是我们的庆功宴，也让温家死个明白。能让咱们3家都联手，这是他们的荣幸。到时候啊，我们一起嘲笑他们。好，之前他们敢威胁我，现在该轮到我威胁他们了。哎呦，贵客，坐吧。3位，我们今天是来恳请你们高抬贵手的。高抬贵手，哼！先给酒满上吧。不错，先把我们3个酒满上。你们俩倒是懂事儿。一个倒酒，一个捏肩，伺候人倒还有点技术。年轻人呀，做人啊，不要太气盛。聂家主说的是啊。
李大师，当初让你加入你不加入，现在没这个机会了。哎呀，李海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只是陪你们演戏而已，你们还当真了？不出3秒，你们的公司呀就会大难临头。你胡说八道嘛，这不是？说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喂，这怎么可能？李大师，温总，我求求你们饶过我们张家，我知道错了。之前是我们太嚣张了，求求你们饶过我呀！李大师，这里是5000万，我求您放过聂家。哦，对，这是2000万，是我能调动的最后的资金了。这是5000万，李大师，我求您高抬贵手啊！当你们选择针对我们的时候，你们就注定输了。难道你们没听说过吗？对敌人怜悯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你们呀，输定了。这，哎呀！海棠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重要吗？那倒也不重要。那我们回家吧。我还要处理点事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在家里等你。终于有2个亿了，这下就可以轻松的拿下200公斤的黄金，可以给神龙鼎做最后一次升级了。李小姐，您能找到我们可真是来对地方了。我们不仅是本地最大的连锁金店，还和银行有着直接的合作关系。200公斤的黄金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。我果然没找错地方，这些黄金都是我需要的。加起来正好2个亿，多谢李小姐惠顾啊！不，我还有点别的要求。您说，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，我都不会拒绝。今天呢，你和你的员工都可以下班了，不过要在走之前把这附近所有的监控都关掉，明白吗？这些都是小问题，我现在马上去办。终于到最后一步了。神龙鼎出现，是最后的黄金。对，快吸收了吧。多谢主人让我恢复全部的实力，我现在可以将概念转化为结晶，并且赋予给单独的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主人不是想要帮助温小姐成为第一，请拿出一张纸币放进来。好。看我扭转乾坤！主人，此物是财富结晶，将此物赠送给温小姐，她即可瞬间成为首富。财富结晶，听起来这么厉害，那我等会儿就去找她。我和小秋姐各自持有公司1半的股份，她成了首富，不就等于我成了首富吗？回来吧，神龙鼎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干什么去了？我刚才去和一些人探了探，告诉他们你的梦想，接下来他们应该会全力协助你。真的假的？别骗我啊！喂，我要给你一笔100亿投资。真的吗？太感谢了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这笔价值100亿的投资的。海棠，国际顶级的金融机构给我们公司投了100亿，还是美金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梦想实现了，而且呢，不管你以后做什么，只会越走越高。我相信你。